你一定没见过如此热血壮观的场面，上百辆赛车从仓库涌出，但他们并不是在参加比赛，而是为了给其中的2辆车打掩护。警探布莱恩在洛杉矶调查一起飞车抢劫案时，因为和劫匪达成共识被炒了鱿鱼。他讲了一把义气，却忘了警察的天职。痛失警徽后，布莱恩离开洛杉矶，成为了一名赛车手。迫于生计，也时常参与街头竞速。这天晚上，布莱恩接到好友帕克的电话。帕克发生车祸后便不再参与竞速比赛，开了间修理厂并负责组织比赛。帕克手上有场3缺1的比赛，希望布莱恩能来凑个人数。手头很紧的布莱恩欣然同意，开着自己的爱车来到比赛现场。布莱恩如今名声在外，得知对手是他后，其余3人都有些打怵。布莱恩将赌注加到3500美金，看起来不缺钱的小富婆没什么意见，帽子男为了面子也只能答应，嘻哈男则打算搏一把赚个房租钱。帕克给观众们准备了个小惊喜。比赛的最后一段是惊险刺激的路桥，布莱恩几人在路上你追我赶，嘻哈男为了房租拼了老命，起初一直遥遥领先，布莱恩也紧追其后，他看起来明显更从容一些。帽子男压着小富婆不准他超车，小富婆找准机会一个漂亮的漂移弯道超车，布莱恩也在赛程过半时提速超越了嘻哈男。最后一个拐弯过后就是终点，几人纷纷油门踩到底，速度提到最快。看到前方的桥时，4人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嘻哈男过桥后，车子不受控制撞向路边的绿化带，帽子男则因为害怕一个急刹停在了桥这边。最后只有布莱恩和小富婆成功飞越路桥，布莱恩奖金拿到手软，还不忘给举办比赛的帕克分1点。原来外国也有人情世故。这时警笛声响起，众人还没来得及好好庆贺便四散逃离。布莱恩这次不太走运，被警方抓了个正着。警局里，布莱恩看到了一个熟人，这个熟人就是总爱和人唱反调的 FBI 黑大哥，他显然是冲着布莱恩来的。黑大哥和警方向布莱恩解释了找他来的原因，目标是个叫卡特的阿根廷籍毒枭，最近他将毒品生意做到了迈阿密，大宗的毒品交易让警方怀疑卡特还涉嫌国际洗黑钱犯罪，为此他们监视了目标1年，甚至还派出卧底渗透进了毒贩组织，然而却始终找不到足以指控卡特的证据。黑大哥本着怀疑一切的态度，认为警方的卧底已经叛变，毕竟他在卡特身边已经1年，甚至还和对方同居。布莱恩不想趟这个浑水，黑大哥却开出了让人无法拒绝的条件，表示只要布莱恩愿意加入这次行动，他在洛杉矶的案底就能一笔勾销。据警方调查，卡特除了喜欢非法街头飙车外，几乎没有任何爱好，这也是他们找上布莱恩的原因。警方为布莱恩安排了一个搭档，但对方显然是个赛车小白，一开口就会被识破的那种。毒枭卡特显然也不是个傻子，布莱恩要求自己选搭档，他心目中的人选是自己的童年好友罗曼，可惜2人的关系在布莱恩成为条子后就降到了冰点。罗曼是个疯狂的大块头，如今在巴斯托开碰碰车维持生计，这个碰碰车是真正意义上的开车互撞。黑大哥一边观看碰碰车比赛，一边翻看着罗曼厚厚的案底，他甚至现在还在软禁期，带着电子脚铐被限制活动范围。比赛结束后，罗曼获得了胜利，他看到人群中的布莱恩后变了脸色，布莱恩急忙追上，并表示自己现在已经不是警察，罗曼这才停下脚步，接着转身给了布莱恩一拳，2人很快扭打在一起。黑大哥则气定神闲地在一旁观战。一顿拳脚招呼的仪式过后，布莱恩说明了来意，并告诉罗曼，如果同意的话，警方不仅会解除他的监视器，还能清空他的案底。罗曼虽然对布莱恩有些怨气，但对这个条件却十分满意，3方就这样达成了共识。但罗曼始终对3年前的事耿耿于怀，认为是因为布莱恩自己才蹲了大牢，布莱恩让他少怨天尤人，自己犯了错就自己承担。罗曼虽然嘴硬，但还是比较识时务的，抱怨2句后急忙跟上了布莱恩。黑大哥带着2人来到迈阿密，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警方的卧底莫妮卡，最后以车手的身份得到了面见卡特的机会。为了不让2人显得突兀，莫妮卡还找来一帮真正的混车手。一行人来到豪华庄园，简单搜身后被带到卡特面前。卡特表示自己的法拉利昨天被缴，车上有个很重要的包裹，第一个找回包裹的车队将会留下来为自己工作。众人分秒必争，火速出发。布莱恩和罗曼默契十足，互相掰头的同时合作甩掉了身后的竞争对手。2人一路狂飙，率先到达了目的地，成功拿到包裹后，竞争对手才姗姗来迟。与此同时，卡特正在调查车手们的身份背景，好在布莱恩和罗曼的犯罪履历都很漂亮。2人带着包裹回到庄园，没想到包裹里却只是根雪茄，这不过是卡特给众人的面试题。布莱恩和罗曼的表现显然得到了他的认可，卡特给2人下达了工作任务，从北海滩送点东西到佛州岛，途中的条子已经被卡特打点好，跑完这一趟他们就能拿到10万美金的报酬。罗曼在双方洽谈的过程中口无遮拦，甚至还偷了把雪茄刀，被卡特发现后悻悻地还了回去。布莱恩抱怨罗曼在搞事，殊不知他是在打辅助，这些不着调的举动反而让卡特更加相信2人的混身份。离开庄园后，布莱恩带着罗曼来到帕克的地盘，向他要了张床位作为罗曼在这边的住处。2人之所以不住一起，主要是因为罗曼不愿意。布莱恩和罗曼的车子被 FBI 装了全方位监视定位系统，
甚至能知道坐在这辆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。布莱恩认为这是个隐患，之前 FBI 的负责人大白曾跟踪他们到船厂，殊不知这个举动会让两人直接暴露。好在罗曼迅速反应，朝大白几人开了枪，否则他们根本没法解释警察是如何跟过来的。布莱恩将两人目前掌握的情况汇报给了黑大哥。罗曼表示十分怀疑莫妮卡已经被策反。大白对于自己的手下十分信任，他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布莱恩，毕竟他是真正有过被策反经历的卧底。罗曼一脸难以置信，他当初就是因为布莱恩的铁面无私被送进大牢，没想到布莱恩却放过了别的兄弟。他高低要知道自己和那位兄弟比差在哪。开完小会后，布莱恩和罗曼驾车离开。罗曼十分不满大白差点让他们暴露身份的举动，如果再有一次他们就得完蛋。布莱恩第一次认可了罗曼的想法，他们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做好东窗事发后全身而退的准备。首先就是换掉这两台布满监视器的车子，想换车拿钱买不太实际，他们兜里的仨瓜俩枣最多买个车壳子。于是布莱恩打算找两个冤大头引两辆车回来。在帕克的牵线搭桥下，他们顺利找上了面试时的竞争对手墨镜男和大鼻子。比赛为组合接力赛，墨镜男和大鼻子的车速度很快，布莱恩必须想一些战略。他叮嘱罗曼把实力保留到回程，两人互相配合赢得了比赛。布莱恩和莫妮卡走得很近，罗曼劝阻无果，卡特自然也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但对他来说女人只是一种工具，尤其是在面对警察的时候，这句话似乎话里有话。罗曼和布莱恩都怀疑他们是否已经暴露。卡特很快演示了用法，让手下的金发妹搞定一个大胡子警探，并将人带到了包厢。大胡子看在钱的份上给卡特开过不少绿灯，但这次卡特要求他撤出分管区域的所有人，给布莱恩和罗曼15分钟的通行时间。这个要求风险太大，大胡子拒绝合作，卡特便动用残酷的热锅老鼠刑逼大胡子就范。接着他叮嘱布莱恩和罗曼后天早上准时出发，如果敢耍花样，下场就是被老鼠穿肠破肚。卡特离开后，罗曼和布莱恩都捏了一把汗。第二天，莫妮卡急匆匆找了过来，告诉布莱恩卡特要在任务完成后卸磨杀驴对他下手。这时卡特的手下光头和马脸也跟了过来，他们的目标似乎是莫妮卡，结果搜了一圈并未在房间里发现人影。卡特表示明天的行动光头和马脸也会一起去，他们的作用显然就是监视和灭口。布莱恩将最新情况汇报给了领导们，他们送钱的目的地是佛州岛的一个停机坪，卡特会等在那里，拿了钱坐直升机跑路，最后还会除掉自己和罗曼。黑大哥提议取消行动，大白却表示只要一有人赃并获的机会就会立马展开行动，如果布莱恩和罗曼选择退出，就会起诉两人让他们牢底坐穿。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求两人没有一心，但不保证他们的安全。布莱恩和罗曼可以说是前有狼后有虎，他们必须想个对策，考验人脉的时候到了。布莱恩在帕克的帮助下找来几十辆赛车和车手，打算在必要的时候将水搅浑。翌日行动开始，除了大白和黑大哥之外，大胡子也布下天罗地网，要逮捕威胁自己一家人安全的卡特。布莱恩和罗曼开着车一路狂飙，一番高难度操作后成功甩掉了围追堵截的警察。车上的光头和马脸也不得不认可两人的车技。布莱恩和罗曼按照计划将车开进了仓库，出来的时候两辆车便几十辆，当地警方顿时傻了眼。布莱恩和罗曼则趁着混乱换车往目的地赶去。途中，罗曼将副驾驶的马脸连人带座椅弹出了车外。布莱恩正准备动手时，光头却突然说要在前面的港口停下。与此同时，大白也在停机坪扑了个空。看来坐飞机走只是卡特的障眼法，而他也发现了莫妮卡的身份。布莱恩被挟持到了海边，卡特拿着钱带着莫妮卡上了船，并吩咐光头解决掉布莱恩。关键时刻，罗曼赶到，两人合力打晕光头后，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布莱恩开着车冲出码头，连人带车重重砸到了船上。最后在莫妮卡的帮助下成功抓住了卡特。完成任务的布莱恩和罗曼恢复了清白之身，两人打算合开一间车厂，感谢卡特送来的佣金。